爹，醒了，锅里留了碗粥，趁热喝了。今年旱得这么厉害，唉，3个月没下雨了，庄稼全枯了，秋收能收回来1成都是祖坟冒青烟了。村里咋说？能咋说？熬呗，有存粮的熬，没存粮的算球。哥，好消息！啥好消息？村里来人了，穿可好的紫色衣裳，说是要招人去啥门当弟子，管饭。啥门？不知道，紫什么的。紫衣门。对，紫衣门，哥你知道？前世追杀了我50年的仇家，我能不知道？现在转世，紫衣门就来村里招人。爹，我想去试试。是啥？去紫衣门当弟子。你知道那是啥地方不？是给人当牛马的地方。我听人说，那些大门派招人，说的好听是杂役弟子，不好听就是奴隶。我知道，知道还去？家里养不活4个人，我去紫衣门，起码有口饭吃，还能得到一笔安家费，这样你们也能度过灾年。明天紫衣门的人来村里，你要是想去，就去试试；要是不行，就回来。爹有的是力气，怎么也不会饿着你。哥，你别走。让你哥去吧，你哥不是一般人，他是一个求道之人。领头那个一定是内门弟子。姓名：王二狗。检测不合格，7经8脉完全阻塞。下一个。唉，师兄，这穷乡僻壤的能有啥好苗子？咱这纯属白跑一趟。宗门要扩大规模，杂役也得招。反正杂役不需要资质，是个人就行。也是。姓名：林墨，年龄15。放松身体，有意思，再试试。不错，你这资质，莫说杂役，当个外门弟子都绰绰有余。再试一次，我仔细看看。师兄，这资质可以了啊！不错，要是肯下苦功，将来升内门也不是没可能。你可愿意入我紫衣门外门，正式拜师学艺？外门弟子居然不是杂役，看来那38点资质还是有些作用的。大人，外门弟子和杂役有啥不一样？外门弟子是练武的，杂役是伺候人的。外门弟子吃肉，杂役有口汤喝。杂役一辈子是杂役，外门弟子前途够够的。那我肯定选外门啊！林墨，2经3脉，收为外门弟子，回去跟家里人告个别，明天跟我们一起走，记得领安家费给你爹娘。谢大人，谢谢大人。大牛，你儿子出息了。哥，你以后是不是就能吃饱饭了？能吃饱。那能给我带好吃的回来不？能。听说村长家的丫头八脉全通，那岂不是传说中的八脉全通？真的八脉全通？师兄，这是100年难遇的练武奇才啊！林姑娘，你愿不愿意入我紫衣门？愿意。好，天助我紫衣门！从今天起，你就是我紫衣门内门弟子，直接跟我回宗门面见掌教。这是什么待遇？八脉全通，我加了38点资质，才2经3脉，这就是差距啊！立刻终止招生，带上昨天选出来的人，即刻启程回宗。是。这么多，儿子，这爹，这些安家费你拿着，给家里盖间新房，给小妹做身新衣裳，明年开春买头壮实的牛。哥走了，你在家要听话，照顾好爹娘。那哥哥你还会回来吗？这是什么？桃树的种子，你把它种在院子里，等它开花结果的时候，哥就回来看你。真的？真的。那我每天浇水，每天看着它长大。好。江湖，我又来了。哥，我等桃树开花。
快看，那边就是陈家村。陈家村啊，可惜了，50年前被七杀派的人屠了。等我们赶过去的时候，陈家村一个活口都没留下。这太惨了！魔道贼子，当真该杀！还是咱们紫衣门好，守护一方平安。林墨，你怎么不说话呀？说啥？他们都在夸紫衣门，你咋不夸？喊嘴笨，不会夸人。你也是咱们村的，以后在紫衣门，咱俩要互相照应。那肯定的，互相照应。你是八脉全通的天才内门真传，我一个外门弟子，怎么照应你？你是八脉全通的天才内门真传，我一个外门弟子，怎么照应你？倒是你，说不定会成为我的敌人。你以前练过武没？没有，我爹说女孩子家练那干啥？那你咋想去紫衣门？家里穷，我弟快饿死了，紫衣门能给安家费，我就来了。俺也一样，都是为了活下去。林墨，现在开始，你就是外门弟子，每月3两2钱，管饭，逢年过节还有福利，好好练功，争取早日升内门。有什么不懂的，每月初1有长老讲课，你可以去听。多谢师兄。紫衣心经不如玄清宫，只是玄清宫我始终参悟不透。现在这本简单的有些无聊，玄之又玄，众妙之门。这2月来，我每天只睡1个时辰，其余时间全在琢磨玄清宫，长老都被我问烦了。终于，我领悟了玄清宫第1层。这玄清宫难道是先天强者写的？我太难了。行至艰难处，正是修行时。林墨这小子又在练功，听说他刚来2个月就练成了紫衣心经，长老都很欣赏他。刻苦有个屁用！练武讲的是天赋，2经3脉的资质。我呸！林墨练得挺勤快啊。有事？兄弟们看你天天这么练，累不累啊？歇几天呗。歇不歇是我自己的事。你自己的事儿？你天天这么练，长老天天夸你，搞得好像我们多懒似的。你这么显眼，让我们很难做。所以简单，以后少练点，别天天出风头，不然就让你知道什么叫规矩。垃圾还不滚，等着留着吃饭吗？才1年就晋升3流武者，比前世快了20倍。这就是功法以及资质带来的改变。林墨，你突破了！我靠，1年就3流了，你小子可以啊！林墨，你突破了3流，不去长老那儿报备一下？报备啥？报备了有奖励啊，丹药、兵器、功法都有。3流了，不错。林墨，你来了！林墨，你来了！恭喜！咋瘦成这样？干活累的，每天天不亮就起，半夜才能睡，吃的还不如在村里。没功法练，哪有钱换？1本功法要50个功勋，我们干1年才攒30个，攒够了还得换吃的，哪还有余钱？你们有啥打算？我们几个商量好了，攒够赎身的钱就回去。赎身要多少？100两。100两，按他们现在的收入，不吃不喝都得攒10几年。没办法，卖身契上写的，要么攒够赎身钱，要么突破到3流武者，不然就得一直在这儿待着。这是1点银子，不多，你们几个分分。回去了以后帮我个忙。啥忙？你说。我爹和我妹还在林家村，你们要是回去了，帮我照看着点，有什么难处能帮就帮一把。你放心，我们几个记着了。林墨，跟我走一趟，林师姐要见你。林师姐，林婉儿，见过林师姐。过来坐。1年突破3流，不错。跟师姐比差远了。咱们是一个村的，说起来也算是同乡。以前在村里的时候，我见过你几次。师姐记性好。现在我进了内门，拜在大长老门下。
你在外门也混得不错，以后有什么打算？这是想收编我？哎，能有什么打算？好好练功，争取进内门呗。进内门之后呢？之后还没想那么远。你倒是实诚。这是一瓶聚气丹，对三流武者有好处，你拿回去好好练功。3年后外门有一场大比，前3名可以进内门，我希望你能进前3。好，我入了大长老门下，以后在内门也需要一些人手。你是我同乡，你若能进内门，以后跟着我，少不了你的好处。多谢师姐抬举，以后但有差遣。回去练功吧，3年后等你的好消息。吴天德临死前，我看到的最后一张脸，那小子当时那个怂样，就是这张脸。吴天德是内门的护法，实力2流顶尖，而我才3流，差得太远了。我还需要继续蛰伏，只有3年时间了，拼了！总算成功突破2流，终于有了与那些天才一较长短的资格。我操，李默也2流了，他什么时候突破的？之前还有人说他天资不够，这么看来，此人也是属厚积薄发之辈，值得学习。 2流的确比3流强太多了，而且在玄清宫加持下，同样是2流初期，我的真气量质量更高。第2场，对手是周元凯，外院4位真天才之一。林兄，请自教。好内力，你这是什么功法？激战40招，这小子的内力竟还没耗尽，看我一击破你，受死吧！你输了。应接周元凯，好狂，就像一头狼。或许他能跟外院第一天才沈流云一较高下。狂了！林哥，你赢了周元凯，你赢了4大天才。林师弟，你很强，还好你的打法我看懂了，就是硬扛着往前冲。但这招对我没用，因为我的剑你扛不住。试试。沈流云，流云剑无敌，外院第一天才，实至名归。承让。多谢指教，这就是差距。我拼尽全力能扛周元凯40多招，但在沈流云面前，我只扛了3剑。这4年来，我打着大长老的旗号，暗中招募心腹，成立暗狼组为林婉儿办事。在资源的堆积下，我已是2流巅峰，距离1流仅有1线之隔。这1线之隔，却不知要何年才能突破。大人，吴护法那边有消息了，说吴天德3天前领了密令出宗，刚刚收来消息，他已完成任务，正往回赶。不过什么？他受了伤，随行弟子死伤大半，此刻身边只有3、4人，正从清风峡方向返回。通知暗狼组全员出动。是。9年了，从第1世被灭门到这一世服9年，今天该报仇了。还有多久到宗门？护法，过了这峡谷，再有半个时辰就到了。不对劲儿，太安静了，虫鸣声怎么停了？快停下！有埋伏！谁他妈敢埋伏老子？知不知道我是谁？紫衣门内门护法，你们活腻了！吴天德，你的路到此为止了。你是谁？你狂狼林默，你疯了！同门相残，你知不知道这是死罪？同门相残，只要杀得干净，谁能知道？你疯了！你他娘疯了！我是内门护法，我师父是执法长老，杀了我你也活不了！啊！你这个疯子！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，紫衣门也不会放过你！想知道我为什么杀你吗？记不记得陈家村？我上辈子叫陈默。很快，紫衣门也会下去陪你。大人，有东西。这是赤果，我
我听人说过，这玩意儿能助人突破瓶颈，是难得的宝贝，吴天德拼死带回来的，但现在归我了。恭喜大人！终于晋升一流武者，在紫衣门也算高端战力了。2经3脉的资质，一流基本就是极限，再往上后天那不是我现在能想的。一流了，托师姐的福，是你自己的本事。他的气息和内门那些护法完全不一样，更凝实，更厚重，像是一座大山压在面前。师姐，你后天了？小后天而已。师姐天赋惊人，小后天算不了什么，待我突破大后天，才能年轻1倍无敌。按狼卫发展的如何？托师姐的福有3流武者17人，还有5位刚突破2流，都是能办事的。继续好好干，以后少不了你的好处。愿为师姐效劳。行了，随我去拜见大长老。要向紫衣门报仇，一流武者不够，我需要等一个机会。掌门要过90寿诞了，届时会宴请天下豪杰，各派都会来人，也会在宴会上确认下一任掌门人选。林墨，你说说这事儿怎么看？弟子斗胆说一句，掌门之位有德者居之。婉儿师姐的天赋，放眼整个宗门无人能及。若是掌门执意传位给侯师兄，只怕难以服众。你的意思是，若是掌门宣布的是婉儿师姐，那就皆大欢喜；如果不是，那就抢先动手。你先下去吧。大长老还在举棋不定，那就由我来添一把火，让紫衣门乱起来。诸位弟兄，今晚我将带你们去搏一场大富贵，可愿同去？无所愿也。吾等愿为师姐扫清障碍，请大长老早做决断。这些年林墨替我办了很多事，我一直以为他只是为了往上爬，为了资源，为了利益。可现在他带着20多号人跪在这儿，说愿意为我去死。林墨，你想好了？想好了。好，若大事可成，我定然不会亏待你等。师父，请您成全。婉儿是我一手带大的，24岁的小后天，紫衣门立派以来从未有过。未来的先天强者甚至可能更高，侯方杰凭什么跟他争？掌门之位，有德者居之。他徒儿做的，我徒儿怎么做不得？林墨，这些年你做的事我都看在眼里，以后有什么事你放手去做，需要什么资源直接开口。若是成了，我也不会亏待你。谢大长老，大长老也是有私心的。若是事成，他会先过一把掌门的瘾，再传给林婉儿，名利双收，好得很。各怀心思，这样最好。也不知桃花开了吗？张掌门，里边请。请。李帮主，久仰久仰。王老英雄，您能来，真是蓬荜生辉。小草估计都是大女孩了，等事情结束了，哥就回来看你。林统领，是喝青铁了。抱歉抱歉，张掌门，里边请。林婉儿，任你天赋再高又如何？过了今天，掌门之位终究是我的。诸位，今日是我90寿诞，多谢各位赏脸。由于我年事已高，虽有大后天修为老当益壮，我决心闭关搏一搏先天。闭关期间，紫衣门不可一日无主。今日我便宣布下一任掌门人选。且慢，大长老有何话说？掌门之位事关重大，不可草率。唯有德者居之，与其指定掌门，不如让所有年轻一辈比一场，谁赢了，谁就是下一任掌门。大长老，你这是在质疑我的决定？不是质疑，而是建议。掌门一言堂，难免有失偏颇。若是公开比试，便公平公正，天下英雄都可以做个见证。诸位觉得我这个提议如何？习武之人自然要靠拳头说话，公开比试，公平公正，这样好，大家心服口服。大长老今天这一出，分明是早有预谋。好，就依你所言，公开比试。侯师兄，师妹斗胆请教。林婉儿赢了，24岁打败36岁的师兄，天才，真是天才！掌门承让。不对，我被人下药了，真气使不上劲儿，不然我怎么会输？侯师兄，
输了就输了，何必污蔑人？我没污蔑，我体内的真气确实不对，你们大长老一脉肯定动了手脚。放肆！输了就说是下药，这就是掌门的弟子，谁不知道你们早就想夺权？公平公正，你们肯定在饭菜里下毒了。放屁！明明是你们技不如人，输不起就别比，跟他们废什么话？大长老一脉的兄弟们，动手！大长老，婉儿师姐万岁！为了富贵拼了！打起来了，有意思，真有意思。咱们看戏就好，别掺和。大人，山上打起来了。我当然知道，这可是我亲手挑起来的内乱。给侯方杰下毒的人是我，那毒混在酒里，侯方杰喝下去的时候还笑着跟我点头致意呢。开门，请一些我们的朋友。什么朋友？外面可都是……这一刻，我等了整整10年。你就是那个传信的，哼，干得不错。从今往后，紫衣门便不存在了。杀！我们打起来了！有内鬼，上门被人打开了，快挡住他们！10年了，10年的隐忍，10年的谋划，10年的蛰伏，今天终于实现了。爹，娘，前世的孩儿你们看到了吗？今天我替你们报仇了。不好，紫衣门有先天老怪。好，很好。本座闭关30年，一出关就看到你们在自相残杀，还引来了魔门。快撤！你有何话说？太上长老，纵容门下夺权，以致门派遭此大难，该当何罪？大长老一脉皆为叛逆，查清之后一个不留。先天，紫衣门居然有先天，千算万算没算到这一出，偏偏在今天出关。李婉儿呢？这个女人太恐怖了，大人，咱们怎么办？大人，你去哪儿？您不是说要带我们搏一场大富贵吗？桃花开了，我该回家了。哥，桃树开花了。哥，你回来了，你真的回来了。回来了。爹，好，回来就好。哥，你肯定饿了吧？快吃。哥，你说等桃树开花就回来看我，桃树年年开花，你一直没回来，我还以为你骗我呢。没骗你，就是有点忙。哥哥这次回来好像不打算走了。哥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？没事。哥，找到了吗？禀太上长老，林墨提前转移了家人，踪迹全无。斩草除根，继续查。林婉儿呢？还在追查，暂时没有消息。继续查。是。林墨身中毒箭，必死无疑。倒是林婉儿，这丫头比我想象的还能跑。我又回来了。第2世结算中，寿命25岁，死于中毒，修为一流武者。这一生的你执着于复仇，15岁入紫衣门，蛰伏10年，首任仇人吴天德与掌门寿宴下毒挑起内乱，引七杀门攻山，重创紫衣门，却终究棋差一招，失败后毒发身亡，卒于故乡桃花树下。成就黑铁3星，积分288，卧底10年，心狠手辣，布局周密。可惜运气差了点，谁知道到最后你还藏着个先天老怪物呢？你这评语能不能正经点？下一世即将开启，是否使用积分？用。资质加188点，悟性加100点，全部梭哈。这一世不得成为江湖绝顶高手。
林兄，你总算醒了。昨晚喝那么多，我还以为你要睡到下午。这一世我居然成了七杀魔门白莲堂的嫡传弟子，临经者，五经七脉，这资质放在紫衣门妥妥的内门天才啊！可我怎么才三流武者？原来全是因为眼前这位好兄弟，每天拉着我喝花酒。林兄，今天咱们去哪儿？听说城东新开了家青楼，姑娘水灵得很。周兄，你修炼的是什么功法？合欢心经啊，你不是知道吗？这功法需要在青楼修炼。那当然，合欢心经嘛，不跟姑娘双修，怎么长修为？那我呢？我修炼的是白莲心经，童子之身威力最大，所以我逛青楼能长修为吗？这个好像不能。那你天天拉我逛青楼，这不是有福同享吗？你看你天赋那么好，少练2天也没啥。林兄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就是想明白了点事。紫衣门的仇只报了一半，不过不急，君子报仇时事有可，我有的是时间。林兄想去看看？听说花魁今天有空，你不是一直挺喜欢他的吗？不去了。为啥？林兄，你这变化有点大呀。周兄，我问你个问题。你说。魔门7堂，我白莲堂和你合欢堂的关系应该算不上多好吧？周兄，这些年你天天拉我喝花酒，耽误了我多少修炼时间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我以前觉得你是真心对我好，现在我想明白，你逛青楼能长修为，我呢？从今天起，咱们各玩各的。林兄，你别误会，我真没别的意思，就是觉得一个人玩没意思。林公子，再玩会儿嘛，奴家陪您喝2杯。酒是穿肠毒药，色是刮骨钢刀，此刻正是修心时。哟，林大公子今天怎么有空来？青楼倒闭啦？想查点东西。进去吧，进去吧，别弄坏书。距离我上一世已经过去15年，紫衣门死了那么多人，非但没有没落，反而隐隐有成为正道3大领袖之首的趋势。为何？如果说朝廷不能让魔门一家独大，所以扶持紫衣门，但这扶持的力度大得有些离谱。亲儿子不过如此吧。另外，时间对不上，距离我上一世死亡才过去15年，可我现在已经18岁了，怎么会这样？应该和百世书有关。管他呢，无论如何轮回，我都是沉默，这就足够了。林惊蛰闭关，太阳打西边出来了。装的吧，肯定在屋里睡觉，我赌他撑不过3个月。3流巅峰了，我操，他吃啥了？继续闭关。又闭关了，青楼倒闭了，真没事干了吧？别瞎说人家，可能是认真的。白莲心经里的口诀和玄清宫里的口诀好像能对上，不是一模一样，而是互补。难道这2门功法原本是同一本？可不对啊，白莲心经虽然不错，可玄清宫强了不止一个层次。难道白莲心经是简化版，甚至玄清宫也不完整？只有将2者补齐之后，才是真正的完整功法。堂主，林惊蛰这几个月一直在闭关，大门不出，二门不迈，用功得很。哼，那逆徒也会闭关？不会是在青楼闭关吧？师傅，离2流只差1线，这几个月你真的一直在闭关？是，没出去鬼混？没有。没去找合欢堂那帮人？没有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好啊好啊，臭小子总算开窍了。你爹当年把你托付给我，说你资质不凡，让我多看着点。这些年我看着你整日往合欢堂跑，心里那个急呀，骂又骂不得，打又舍不得，我都愁死了都。现在好了，你总算懂事了。等你突破2流，我亲自给你挑一门好功法。以你的资质，将来接我的班也不是没可能。接班白莲堂主，那自然是好的，但如果是魔教教主，那不是更好？师傅，弟子有一事请教。说，咱们的白莲心经是从哪儿来的？怎么突然问这个？弟子修炼的时候，总觉得这功法有些玄妙，不像是后天功法，但又说不清缘由，所以想问问来历。你倒是问着了。昔年圣教开派祖师留下一门神功，
名为玄魔功，但这功法太过于深奥，一般人根本练不了，所以祖师把它拆解开，简化成7部功法，传给7位亲传弟子。这7位亲传弟子后来就成了7位堂主，传功至今。果然，玄魔功、玄清功确实有关系，一正一邪，一阴一阳，两者本来就是同一部功法的两半，唯有二者结合，才是真正的完整功法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师傅。玄魔功现在还在吗？在，但那是教主才能修炼的功法，我们没有资格修炼。当然，修为不够，悟性不足，看了也是白看。看来这一世要想覆灭紫衣门，报仇之路还很遥远啊。去吧。明白了，徒儿告退。2年半，从3流到1流门口，这速度放眼整个江湖都是顶尖的。林师兄，堂主喊你过去。知道了。师傅，怎么了？血刃堂堂主快不行了。血刃堂，上一世我引的就是血刃堂的人攻山。当年紫衣门那一战，血刃堂主严巡身负重伤，逃回来之后就一直没好过，这些年全靠丹药吊着命。他要是死了，血刃堂就麻烦了，剩下的阿猫阿狗根本撑不起一个堂口。所以长老院商量了一下，等严巡死后，新堂主从咱们6堂的精英弟子里选。怎么选？是开个比武大会，还是选个修为最强的？一堂之主统领上万部众，岂是光比武就能定的？计谋城府、信性手段，方方面面都需要考量。长老院会挑选综合素质最优秀的一位，出任血刃堂代理堂主。代理？对，代理。因为圣教有规矩，堂主最低也要后天修为。就比如你，现在才2流巅峰，即便选上也不够格。什么时候突破后天？什么时候转正？那长老院怎么考察？人的名树的影，真正的人才是遮不住的。你想让长老院注意到，就得在江湖上闯出名堂来，让所有人都知道你林惊蛰的名字。到时候不用你去求，长老院自然会把你列为候选人。那徒子现在该怎么做？你先突破1流，突破之后出去闯一闯，把名声打出去。另外，在这之前，你抽空去一趟血刃堂。去血刃堂？去看看现任堂主，以晚辈的身份探望一下。你是不是觉得咱们圣教是魔门，就该六亲不认？傻小子，就算是魔头，也得尊师重道，不然把你扶持上来，你反手把人家给屠了，人家图啥？另外，圣教为什么被叫成魔门，你知道吗？是因为跟朝廷作对，但咱们自己心里得清楚，圣教不是魔，圣教有规矩、有底线、有传承，杀人放火的事儿，正道也干；匡扶正义的事儿，圣教也做，只不过立场不同，所以才被泼脏水。弟子明白了，去吧，礼物去库房领，就说是我的意思。这些人20岁不到就已经是1流了，天下英雄当真如过江之鲫。不过这样才有意思，太容易到手的东西反而不值得争。敢问可是林公子？青楼那位花魁，没想到他也是圣教的人，而且看着气息1流，18岁的1流，这份修炼速度堪比灵婉，这就是双修的功效。林公子最近怎么不来玩了？奴家可是想你紧呢。修炼繁忙，抽不开身。林公子现在可是大名人，2年摸到1流门槛，这样的天才，奴家当然要巴结巴结。什么时候有空来奴家闺房坐坐？怕不是要被你吸成人干。改日有空，一定登门拜访。那可说定了。行，这女人绝对沾不得。前辈，晚辈林惊蛰来看望你。不知为何，我总觉得眼前的这名晚辈有些熟悉。你是江烈的徒弟，想试试当堂主？是。你不怕？外面那些人都想当堂主。晚辈更期待。年轻人有野心很好，我也是因为野心才走到今天这一步的。那一年有个年轻人找到我，他在紫衣门卧底多年，并设计了紫衣门内乱，可以帮我打开山门。只要我带人攻进去，紫衣门就是我的囊中之物。我想的是，拿下紫衣门，我就是大功一件，到时候携大功回圣教，问鼎教主之位指日可待。所以我没通知任何人，
带着2万血刃堂弟兄直接杀上紫衣门，结果呢，人家藏了个先天老怪，局势瞬间反转，兄弟死了一半，我这条命都是兄弟们用命换回来的。小子，你知道我为什么跟你说这些吗？不知道。因为你跟那个年轻人很像，可惜听说后来他死了。有野心是好事，但要懂得收敛，懂得等，懂得忍，不要像我们当年那样重蹈覆辙。前辈教诲，晚辈记下了。回去吧，我累了。不要像我们当年那样。徒儿，你已经1流了，接下来怎么打算？出去闯闯。是该出去了，老窝在这里长不出真本事。拿着。这是？此刀名为血刃，严勋临终前托我给你的。徒儿，你不是一般人，你和师父一样是个求道之人。既然选了这条路，不管多痛多苦，你都要走下去。当你熬不住的时候，你给我记住，那正是修行时。这5年，有人说我是杀人如麻的魔头，有人说我恩怨分明，从不滥杀无辜。世人称我为魔门4少，还给我取了个外号血莲公子林惊蛰。如今我已经进了长老院的眼中，可光有名气不够，还得有实际，得有拿得出手的功劳。可什么功劳够分量？你们听说没？前夫在苍狼城里。前夫，那个魔门叛徒，30年前正是他泄露魔教教主行踪，导致其被3大领袖围攻。内战教主下落不明，堂主都死了好几个。是啊，现在他的身份暴露了，整个圣教都炸了，纷纷前往苍狼城。他知道魔门不会放过他，所以他把一半家产砸出来，向正道寻求庇护。他的府邸现在怕是有上千人。这不就是我要的功劳吗？拿下前夫的人头，代理堂长的位置就是我的。这老东西是真怕死，不过不急，我等得起。要说今儿这事儿还真是天下瞩目，你们猜怎么着？魔门4少全来了！什么？真的假的？嘿嘿，有人亲眼看见，魔门4少一个不落，全到了苍狼城。4大魔少齐聚，这钱老爷怕是要悬啊！哼，悬什么悬？没看见正道3大领袖的人也来了吗？这位兄台说的对，正道3大领袖的嫡传弟子也都到，紫衣门的叶孤鸿，真武派的张道玄，天王寺的净尘小师傅，3位年轻一代的第一人联袂而来。紫衣门太上亲传，叶孤鸿，紫衣门的人，我必杀之。要我说，魔门4少不过是浪得虚名，什么血莲公子、独手公子都是吹出来的。真碰上了，我一刀一个。就是，今夜咱们各大好汉都在，他还能翻出花来不成？说不定早就吓得不敢露头了。一群粪土！谁？藏头露尾的鼠辈，滚出来！不对，是毒，空气里有毒，快屏住呼吸。正道3杰，不过如此。卑鄙！有种真刀真枪打一场！我是魔门啊，卑鄙不是应该的吗？能扛住我的最冲锋这么久有点本事。不过你们运气不好，我今天的目标不是你们。那个姓钱的老东西躲哪儿了？没关系，你们不说我就杀人，一个呼吸杀1人，你们又能撑多久？没人愿意说那个姓钱的老东西到底躲哪儿了。你说？呸！有骨气，我就喜欢有骨气的人。我可是个好人，你们不要逼我哦。大和尚，你看着挺顺眼的，要不你先说。出家人不打诳语，你告诉我前夫在哪儿，我就不杀你，还会把所有人都放了。怎么样？出家人不是慈悲为怀吗？
阿弥陀佛。你们没中毒？毒手公子惯于用毒，凶名在外，我们会不防备。我们口含解毒丹，不告诉其他人，是怕消息泄露。看你表演，是想确定有无同伙。现在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想抓我，没那么容易。毒手公子也不过如此。少标主，好俊的功夫！岂止是功夫，脑子也好使。早早就背着解毒丹，真是英雄出少年。我们四少就这，根本就是来送菜的，把这毒手大卸八块。先别急，这人怎么处置，得问过钱老爷，毕竟他才是雇主。说的是。钱老爷，魔门的毒手公子被我们抓了，您看怎么处置？杀！给我杀了，把他大卸八块，不，千刀万剐！你听见了？你，少标主，你疯了！你是魔门四少叶未央，那个什么少镖头，3天前就被我杀了，怎么样？惊不惊喜？意不意外？巨臣还能战吗？正道3节确实有点东西，受了伤还能站起来。别废话，先拿下他们，再进去杀前夫。外面的，快把钱老爷转移！现在才想起转移，晚了。听见了吗？我们的人来了。今天前夫跑不了，你们也跑不了。我早该想到。早该想到，动手！景琛，出手！这2个家伙已经疯了！别管他们，先杀前夫。走，我们也撤。别追了，2人武功不可小觑，好了也好，省得碍事。玄铁的，得花点时间，一起动手。不要像我们当年那样重蹈覆辙。冷无情和叶未央行动太顺了，不对，再等等。别杀我，我有钱，我给你们钱。钱可买不来你的命。不对，这是易容。假的！老子费这么大力气杀了个假的！他的家人一定知道。前夫呢？那个老东西躲哪儿去了？不说都死，说不说？妈的，被耍了！快走，外面的人快杀进来了！妈的，臭死了！滚滚滚滚，快滚！从今以后就没有前夫，只有张老三。钱老爷，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姑娘认错人了，在下张老三，不是什么钱老爷。别装了，你准备的身份可都曾对人家讲过呢。怎么，你不记得了吗？你还说你最喜欢我要把我带回家，不管发生什么事儿，你都留有退路。你的退路就是这个。钱老爷，看在你我欢好一场的份上，我给你个机会，自裁吧，死得体面一点。自裁？小贱人，你以为你吃定我了？一流巅峰哟，钱老爷藏得挺深啊。20年了，老子从没放下过功夫，就是防着你们找上门来，受死吧！
有意思。钱老爷，死吧！谁？是你？好汉，多谢相助，帮我杀了这妖女，我给你钱，大把大把的钱。这位少侠，你救我性命，我给你1半家产，不，给你全部。林惊蛰，今天这一刀，奴家记下了。销魂公子不会放过你的。销魂公子，不就是你自己编造的假身份吗？前夫已杀，血刃堂堂主之位，我笑纳了。即日起，林惊蛰出任血刃堂代理堂主。谢过诸位长老。林堂主回来了，恭喜啊！师父别取笑我了，我不过是把宝压在了金瓶儿身上。毕竟漂亮的女人相对于男士总是会多一些优势。干得不错。这是玄清功，弟子一直在修炼这门功法，它和白莲心计同源，但更深奥。弟子全靠它才有今天的修为。这师父闭关吧，白莲堂的事，弟子先帮您打理。好。从今日开始，我才终于有了真正问鼎逐鹿江湖的资格。28岁的小后天巅峰。但比林婉儿还差了一些，给我时间追赶，终有一天，我将超越她。出来吧，血莲公子，好久不见。独守公子、千面公子，两位什么时候也沦为了他的玩物？血莲，你风头太盛了，早晚必是教中祸患。与其让你成长起来，不如现在就杀了你。现在你懂了吧，血莲？我的身体对他们来说只是附属品，他们真正目的都是杀了你。怎么样，血莲？这一次你插翅难飞。金瓶儿，你知道你为什么一直赢不了我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你像曾经的我，太急了。这不可能！你哪来这么多高手？你以为我这些年在躺平吗？这些都是我白莲血刃2堂的精英弟子，你带的这点人还不够他们塞牙缝的。撤！他的真气怎么用不完？以前不是这样的。人总是会变的。恭喜师父，10多年不见，你也大后天了。好，好，咱们师徒畅饮。师父，你觉得现在是时候了吗？你想问什么？登上教主之位。这些年惊蛰做得很好，2堂在他手里实力远超其他堂口，但他毕竟资历尚浅，想当教主需要大功绩，而最好的功绩就是覆灭紫衣门。你想打紫衣门？当年严巡失败是因为只有1堂之力，现在我们有白莲血刃2堂4万多人，再加上师父你这个先天，足够了吧？好，那就打。血莲公子林惊蛰要攻打我紫衣门，快召回所有弟子，封闭山门，向真武派天一寺求援，速速出击！几位，这是要去哪儿啊？你们别紧张，我们只是来看看风景。不过你们要是想过去，那就得问问我们手里的刀了。这次我不会再败。拱山，踏碎紫衣门！踏碎紫衣门！林惊蛰，拿命来！
杀！结束了。今日踏平紫衣门。临京者，我紫衣门与你何仇何怨？为何要赶尽杀绝？为故人报仇。你说清楚，是谁杀了你的故人？我当众处置，给你一个交代。交代？你给不了。我要紫衣门全部人头，为我师徒二人登上教主之位。杀！狂妄小儿，老夫跟你拼了！太上长老，请太上长老救命啊！我们又打起来了！太上长老，我们欺人太甚，求你住手！老东西，等你很久了。先天，对方也有先天。杀，一个不留。绑起来。陈家村你还记得吗？陈家村？你是说那个小村子？为什么？为什么要屠村？为什么？因为有人要我们这么做。谁？都是报应啊！怪我贪心，听信了那位贵人的话，否则紫衣门即便不能大富大贵，也能平安传承下去。朝廷的军队，他们怎么会来？是来救紫衣门的，怕吗？怕也没用，他们来了那就打，区朝廷走狗。我圣教什么时候怕过？杀！快撤回圣教！徒儿快走！走啊！林惊蛰啊，林惊蛰，你真是蠢到家了！你他娘是练武又不是修仙的，在凡人世界，军队才是战无不胜的存在。练了几手功夫，当了个魔教堂主，就以为自己能呼风唤雨了，真是可笑！还没完，只要活着，就能东山再起，重新招兵买马，训练出一支真正的军队。朝廷又如何？总有一天要踏平他。周成风，他来这里干什么？血莲公子跑得挺快。原来你才是真正的销魂公子。金瓶儿是我推到明面上的，我成长起来之前，需要有人替我吸引目光。他通过双修吸来的内力，最后又会通过双修反馈到我身上。原来金瓶儿只是一个幌子，你才是真正的销魂公子，真是好算计，好城府。你现在先天侥幸突破。雪莲公子，你之前说过一句话，我一直记着。你说魔门公子只有一个，这很不错。现在我告诉你，魔门公子唯有销魂。丁，第3式结算中，宿主第3式结束，评价黑铁10星，积分1000。这一式你20岁一流，26岁成血刃堂堂主，以1敌3斩杀毒手，千面销魂尾。这一式你终于杀尽紫衣门人，大仇得报之际，你发现真正的仇人似乎并不是紫衣门，你始终把自己当成一个江湖人，却忘了这个世界不只有江湖。另外，被周成风阴死这事儿确实有点丢人，下次长点心。丢人就丢人吧，反正死都死了。上一世288点成就让我成为魔门第1公子，这一世1000点，翻了将近4倍。这意味着我可以在下一世玩得更大，但我记住这次的教训，
练武的终究是练武的，在凡人世界，正规军才是无敌的。但这个世界真的只有凡人吗？有轮回就一定有修仙者，或许只是苍兰王国太小，接触不到而已。只要我一直轮回下去，总有一天会触及那个领域。到时候，什么重甲骑兵，在修仙者面前都是笑话。修仙，总有一天我也要试试。孔子，悟性和资质各加500点。梭哈！加点完成，第4式即将开启，祝宿主好运。钱呢？把响银给我！不行，那是咱们一家4口的饭钱，你又想去赌场是不是？放屁！老子是去喝酒。喝酒也是糟蹋钱，你看看这屋里破成什么样了，还有2个孩子都饿成什么样了。少废话！军户的钱就是老子的钱，老子爱怎么花怎么花。这一世，我竟然是军户出身，听起来挺唬人，实际上就是乞丐，每个月就靠那点响银活着。这一世，天崩开局。我告诉你，今天这钱必须给我！不行，孩子都3天没吃饱饭了。那是他没出息。军户的儿子饿几顿怎么了？你不是人！爹，你住手！滚一边去！大人的事小孩别管。今天响银，我来管。爹，你打不过我。行，你们都反了，老子喝酒去。赊账。破土。娘，没事了。你刚才……娘，我就是想明白了，咱家不能再这样下去了。哥，你刚才好厉害。饿了吧？娘，响银还在吗？就这些。32文，一家4口，1个月。今天先买点粮，以后的事儿我来想办法。破炉，你咋突然……娘，我就是长大了，7经8脉，这绝对是顶级的武学天赋，只比林婉儿差1丝。穷文富武，我现在身体太瘦了，根本承受不起高强度的修炼。这样下去，别说修炼到先天境界，明天都够呛。必须吃肉先把身体补起来。3世的煎熬我都撑下来了，只不过是些许风霜罢了。咱家除了响银，还有其他钱吗？就这些了。娘，我想把这些钱全买成吃的。全买成吃的，那以后咋办？娘，您信我吗？信。哥，这是干饭，鸡蛋，给娘和哥吃。你吃。哥，我吃，以后还会有的。我也需要补下身子。3流武者，水到渠成。玄清宫已经彻底无头，如果找到玄魔宫，把2者合一，会是什么样？上一世，周成风杀我的时候跟我说了一些话，他以为死人不会泄露秘密。金瓶儿留下了一首诗，诗里藏着玄魔宫的下落：青山埋骨处，白骨化莲台，莲开七半落，魔心自天来。我已经破解了前3诀，找到了玄魔宫的下落，这是我这一世的目标之一。另一个目标是紫衣门在朝廷的靠山关培德。太上长老临死前说的这位关大人，才是真正屠灭陈家村的真正凶手。关培德，你是谁？不管你在哪里，总有一天我会找到你。这里是边塞，周围山高林密，山里应该有野物。现在我已经3流了，可以试试捕猎了。娘，我出去一趟。去哪儿？山里转转，看看有没有野菜。这不对啊，杀人我是一把好手，杀个兔子怎么就这么难？原来如此，打猎的技巧。那是陈破虏，这小子行啊！这么大一只猪，够吃几个月了。哥，咱们今晚吃肉吗？吃
吃个够。这大鸟是爹，我不管以前怎么样，以后这个家我说了算。你安安分分待着，我吃肉，你喝汤。你要是再闹，下次碎的就不是石头了。明白，明白。这玩意儿比二流高手还难对付，力大无穷，反应还快，得改变策略，不再硬拼，找机会往他伤口上招呼。我操！老虎，陈破虏打的老虎，那么大一头，他怎么打的？打虎英雄，打虎英雄！火奴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儿，今晚吃肉。祝生平安，祝世才子。在下雁门关守将帐下征兵官，姓赵，听说有位打虎英雄，特来看看。雁门关守将，那可是这一带最大的关。年轻人，有没有兴趣成为将军的亲兵？大人，能否容我2个月？为何？我想将家中安顿好，再全心全意为大人效力。好，那2个月后我再来。2个月，足够我突破了。这就是第1雄关，陈破虏，跟我来。以后你住这儿，跟兄弟们熟悉熟悉。明天开始训练。新来的，陈破虏，请多关照。打虎英雄，听说你一个人打死了一头老虎，打老虎和打仗可不一样。来，让兄弟们看看你的本事。血连七杀，第1刀，连开。你这刀法哪儿学的？教教我们呗！昨天那一刀我听说了，你这刀法江湖上学的，是好刀法。但是你知道江湖搏杀和战场厮杀有什么区别吗？你那一刀很好，但不适合上战场。战场从不追求招式变化，出手就要杀人，一往无前，没有机会让你躲闪，更没有时间让你调整招式。我明白了。这小子是不是疯了？不是疯了，是狠，对自己狠。雁关破阵枪，大成。这小子是不是长了对鹰眼？不知道，反正以后打仗，我跟着他走。陈破虏，你他娘还是人吗？陈破虏，末将在。3年前你还在山里打猎，3年后你就能纵横沙场。说说看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回将军，其实，在3年前，我无意中得到了一份传承。什么传承？魔教教主的传承。魔教教主？你确定？我还得到了一首诗，据说藏着魔教镇教神功玄魔功的下落，今日便献给老将军。青山埋骨处，白骨化莲台。莲开七瓣落，魔心自天来。陈破虏，你倒是坦诚。
魔教玄魔宫的下落，你愿意说出来，是信得过老夫？你知道老夫今年多大了吗？听闻将军已近100岁，90大后天巅峰，困了30年。如果找到你说的玄魔宫，确实有可能突破先天，多活100年。但你想过没有，老夫如果闭关去突破，需要多久？短则3、5年，长则10年、20年。这期间这关口怎么办？老夫躲起来闭关，谁来守关？多活100年，看着关口失守，看着胡人南下生灵涂炭，这命老夫要来何用？不过你若有需要，老夫倒是可以帮你找。将军，你年轻，18岁就一流了，比老夫当年强多了。到时候你来替老夫守着这万里边关，那东西老夫帮你找。将军，行了，起来吧，跪着怪累的。不错不错，你刚进燕灵卫，老夫就注意到你了。年轻人大有可为，打虎英雄，有点意思。当初听说你刀法不错，就让周统领去点你一下。年轻人锋芒太露，容易吃亏，早点知道战场和江湖不一样是好事。将军大恩铭记在心，但守卫关口一事，我……这个问题你不必急于回答，日后是去是留，自己决定。好好练功，好好打仗，只要你现在还是雁门关的人便可。将军，末将有个东西想送给你。哦，不是武功，是一本书，是末将这几年闲着没事琢磨出的一些用兵之道，虽然粗浅，但或许对将军有用。这是兵者国之大事，死生之地，存亡之道，不可不察也。这书是你写的？破路，此书当抵10本玄魔功。破路，你的玄魔功，我帮你找到了。周成风啊，周成风，昔日算计我，听说你如今被朝廷关在天牢之中，可曾想我捷足先登，取了玄魔功？哈哈哈哈哈！成了，接下来就是玄清玄魔合二为一。失败了，如果能融合成功，产生的会是什么？真气之上是真元，真元之上呢？难道是法力？现在想还太远了，我连先天都不是，想什么修仙？火炉，末将在。建功立业的时候到了，老夫已经上书朝廷，举荐你为游击将军。这一战打好，这位置就是你的。谢将军栽培。不是栽培，是你应得的。胡人这次来势汹汹，怕是要打一场硬仗。火炉，准备好了吗？但使龙城飞将在，不教胡马度阴山。这陈破虏只是战神转世，根本挡不住。听说了吗？关口打了大胜仗，杀敌3万。何止？听说那个叫陈破虏的先锋，一个人杀穿了敌军大营。真是不负破虏之名。传圣上口谕：李龙城加封护国扫北将军，赏金1000两，赐蟒袍玉带。陈破虏连升3级，封游击将军，兼燕灵卫统领。
封侯呢？这么大的功劳，怎么没人封侯？李将军守边30年，打了多少胜仗，怎么连个侯都不给？我们打仗流血，却成了朝廷那帮逼养的功劳，这不公平！将军，您守边30年，立下多少战功？这次更是斩敌3万，凭什么连个侯都不给？封侯非我意，但愿边境平。只要胡人不敢南下，只要百姓能安居乐业，封不封侯又有什么区别？不过老夫唯一觉得亏欠的，以破虏的功劳，至少该是个参将，如今却只给了个游击将军，委屈你了。将军，末将不在乎这个。不在乎？你年纪轻轻，不想升官发财？将军，末将想要的不是这个。将军，末将想问一个人。谁？关培德。你怎么知道这个名字？末将有个故人，死在了他手上。故人？霍鲁，你今年才21，哪里来的故人？关培德，老夫确实认识。他是朝廷前任兵部尚书，后来成了皇亲国戚。老夫当年能镇守雁门关，他还帮过忙，有提携之恩。他是个什么样的人？正直清廉，不贪不占，是出了名的清官。他主张加强边备，支持老夫练兵，那些年的军饷从不拖欠，兵器粮草也总能及时送到。说起来，老夫还欠他人情。你打听他做什么？将军，如果我说他手里沾着无数无辜者的血，你信吗？这不可能！老夫认识他几十年，他不是那种人。不管你信不信，有件事老夫得告诉你。什么事？关培德已经死了。关培德死了？我找了4世的仇人，死了，老死。10年前，关培德老死于家中，算是善终。霍鲁，不管你和他有什么恩怨，人死如灯灭，放下吧。不知不觉，我已经轮回了4世。那些人和事，有的刻骨铭心，有的已经模糊。我有百世书，可以一世一世轮回下去。可别人呢？终将会成为一抹黄土，在时间长河面前，任何仇恨都没有意义。一个恨了100年的人老死了，可悲，可叹。沧海碧水恨悠悠，至今已过100万秋。关培德为何要灭陈家村？我可能永远都找不到答案了。修仙，只有踏上仙途，才能真正超脱于世间。或许只有修仙者才是我的同类。将军，末将还有个问题想请教：这世上有仙人吗？怎么突然问这个？只是好奇。可能有，也可能没有。老夫活了100年，没见过仙人，也没认识见过仙人的人。但苍兰王国一直有个传说，据说初代国主就是仙人的后代，或者说苍兰王国就是仙人建立的。那将军觉得这传说是真的吗？不知道，传了800年了，谁知道真假？霍鲁，老夫劝你一句，活在当下，追求虚无缥缈的仙人长生，不如放眼现在。就比如你我今日之所为，即便明日身死，100年后依旧会有人记得我等今日壮举，我们的子孙后代会歌颂，会传唱，此便是永恒。将军教诲，末将铭记。身死名存，垂于青史，这样的逍遥长生，并不是我想要的。破鲁，你回来了。哥，你打胜仗的事儿我都听说了，你太厉害了。想学啊？我教你。想，我以后也要从军，随哥哥上阵杀敌。娘，此次朝廷点名孩儿要随将军回京述职。破鲁，京城远，路上小心，好好跟着将军，别惹事儿。娘，您放心，儿子有分寸。飞将军，那就是李龙城，这就是守了关口30年的那位。旁边那个年轻人是谁？听说是这次大捷的先锋，姓陈，一人征斩敌方猛将数10人，还夺了帅营大帐。这么年轻，
原来出名是这样的感觉，习惯就好。诸位可知，这次大捷全靠飞将军运筹帷幄，而飞将军能有如此韬略，据说是因为一本奇书。什么奇书？《孙子兵法》。此书13篇，篇篇精妙，史记、作战谋攻、军行兵事，老夫活了大半辈子，从未见过如此精深的兵法。据说这《孙子兵法》乃是陈破虏所作，今日老夫手里新到10本，价高者得。这书可是兵家盛典，买了回去好好研读。我出50两。洛阳指挥，原来是真的。破虏，明天随老夫进宫，陛下点名要见你。你小子是真出名了，今天老夫进宫，好几个大臣都在打听你，还有人问你有没有娶亲。将军，末将还小，20几岁已经不小了。不过先立业后成家。破虏，你跟老夫说实话，这《孙子兵法》真是你写的？算是吧。行了，早点休息，明天进宫好好表现。怪不得朝廷那帮人敢抢功劳，原来上面坐的是个孩子。宣雁门守将李龙城觐见。宣游击将军陈破虏觐见。你就是那陈破虏，朕听说你才20几岁，比朕大不了多少。你是怎么练的？教教朕呗。陛下天资聪明，若肯用功，将来必成一代明君。21岁能写出《孙子兵法》之等兵家盛典，儒将，真正的儒将，只怕是欺世冒名之徒。将军，武状元王腾扬言要挑战你，他在城东设了擂台，要跟你一较高下，谁赢了谁才是真正的少年英雄。无聊。这小子叫王腾，今年的武状元，他爹是定国公，确实有嚣张的资本。什么修为？半步大后天。半步大后天确实不算弱，但我身负玄清玄魔2股真气，战力翻倍，就是真正的半步大后天，我也敢碰一碰。那就打！陈破虏，可敢一战？哼，我还以为你不敢来呢。本来是不想来的，但你这么热情，不来好像不太礼貌。废话少说，动手吧！一招就赢了，他不是小后天吗？怎么这么强？武状元，就这。情书写的还挺肉麻。破虏，你也该成个家了。将军，末将还小，已经不小了。你看那王腾才比你大几岁，听说已经定了3房亲事。将军你是知道的，我一心求成。将军，天牢出事了，有人劫狱，劫的还是前任魔教教主周成风。周成风，对，据说是个女先天出手，杀进天牢把人救出来了。然后呢？然后他们跑了。那个女先天太强了，根本挡不住，现在估计搜不到了。去哪儿？去看看。走。这2人速度奇快，真想追上去亲手杀了周成风，但我才小后天，真碰瓷不了先天，时也命也。破虏，你真不想留在京城？皇帝还有不少大臣女儿想要嫁给你呢，大好前程不要了。将军，末将想要的，京城给不了。你到底想要什么？将军，末将想回家了。好，回家！老夫这辈子无儿无女，这些钱留着也是留着，你拿去，好好练兵。都给我好好练。陈平安，手要拿稳枪。破虏我儿，你都30多了，怎么还不娶媳妇儿？娘给你相中了几家姑娘，都是好人家，要不你见见？陈破虏，你也该成个家了。娘，将军，我还有更重要的事。这一世我的资质不差，但遗憾的是，无论如何尝试，始终无法将玄清玄魔融合。如果找不到修仙的法门，这辈子可能都迈不出那一步。如今边关已定，是时候离开了。寻仙，想好了？
去吧，老夫这辈子见过的年轻人多了，但像你这样惦记修仙的，头一个。不管你去哪儿，这里永远是你的家。什么时候想回来，随时回来。将军，保重。或许这世上无仙。阁下可是修仙者？我只是轻功好罢了。神清玄魔，融。终于踏足了这个境界。我记得将军说过，苍蓝王国是仙人后裔建立的。看来是时候走一遭了，去皇宫深处看看。朕都26了，太后为什么还不肯还政？陛下息怒，太后也是为了陛下好。为朕好，为朕好就把朕当傀儡这么多年。皇家深处果然卧虎藏龙，竟然有3名先天高手镇守。何方宵小，胆敢闯入禁地？什么？这人是谁？江湖上何时出了这么一号人物？3个先天，而且都是老牌先天。我刚突破不久，就能以1敌3，玄清玄魔果然凶悍。再来！列阵！动静太大了，不能恋战，撤！追！这人到底是谁？不知道，江湖上没这号人物。他的真元太怪了，好像有2股。回去禀报陛下吧。就差那么一点点，就能看到石碑上的内容了。下次再去，得等修为更进一步才行。这先天之路，似乎还没到尽头。难道就像后天一样？先天会不会也有小先天、大先天？听说了吗？雁门关告急，草原18部联合80万大军扣关南下，围攻关口。李将军呢？陈将军，我问你，李将军呢？李将军战死了。死了？7天前胡人攻城，李将军上城墙督战，被流矢射中，伤势太重，没挺过来。临终前他还在喊：“不教胡马度银山。”陈将军回来了，陈将军，李将军他……破虏见字如面，见信时老夫恐已不在人世。不要难过，将军百战沙场死，此生足矣。唯一遗憾是没能再见你一面。平安归来。娘，破虏，你回来了！你弟弟他！娘，平安怎么了？陈将军，平安他失踪了。那一战打得太惨，尸体都找不全。有人看见他被胡人围住，后来就找不着了。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。破虏，娘这几天一直做梦，梦见有仙人骑着仙鹤从天上飞下来，把你弟弟接走了。那仙鹤好白好大，你弟弟坐在上面，还冲娘挥手，对不对？他被仙人接走了，对不对？娘，对，他被仙人接走了。我就知道，我儿子是有福气的。
平安死了，我不信。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我会找到他的，不管多久，不管多远。将军，我回来了，不过来晚了。您放心，雁门关我守着。他回来了！杀神回来了！陈破路回来了！飞将军还在！杀胡葛！飞将军没有死，飞将军永远活着！杀！这只是开始。定国公府，王腾？不会吧？真是冤家路窄啊！陈将军。好久不见，小侯爷别来无恙。你现在什么修为？先天。先天，我这些年拼命苦修，如今是大后天。原以为出彩，10年前你一招败我，10年后你已经是先天，而我连你的背影都看不到了。算了，现在不是叙旧的时候。胡人80万大军还在关外，将军可有计策？擒贼先擒王。你的意思是，你率30万大军？从正面全线压上，吸引胡人的注意力。我率3000雁翎卫从这里插进去，直捣黄龙，端掉他们的帅帐。只要杀了他们的统帅和高级将领，胡人群龙无首，必败无疑。3000人，敌方有80万，直取中军，你疯了！我可没疯，你这是送死！3000雁翎卫是我的精锐部队，我了解他们，他们也相信我。只要我能杀穿，他们就一定能跟上。侯爷，你信我吗？疯子，我信你这个疯子。就是那里，跟紧我！大帅死了，帅旗倒了，快跑！平安，翱翔，走吧，往那边跑，跑远点，不要再回来。平安到底去了哪里？难道真的被仙人接走了？我会继续找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禀陛下，飞将军斩杀胡人大帅，胡人80万大军全线崩溃。赏，封陈破虏为雁门关守将，号破虏将军，赐将军印。这太不公平了，将军，您杀了100员敌将，亲手斩了胡人大帅，功劳最大，凭什么不封侯？封侯非我意。那您图什么？但愿边境平。老将军守边50年，战功无数，封侯了吗？他都不在乎，我在乎什么？破虏，你都多大的人了，还不成家？娘想抱孙子了，你不为自己想，也得为陈家想啊！娘，都依你。如果那一世我的家人后代也能平安，该有多好啊！可惜没有。紫衣门没了，关培德也老死了，人生遗憾何其多。平安，平安怎么还不回来？娘梦见好几次了，他坐在仙鹤上冲娘挥手。娘，他忙，仙人忙。忙好，忙好，有出息。自此之后，胡人永不敢南下。陈破虏功盖天下，理应封侯。将军终于要封侯了，等了几十年，总算等到了。将军，胡人被打跑了，以后不会再有大战了。您的心愿，我替您完成了。那
那就是陈破虏，打跑胡人的那位飞将军，真正的飞将军。陈老将军，请上座。陛下，老臣有一事相求。老将军，但说无妨。老臣听闻皇宫深处有一块石碑，是初代国主所留。老臣一生痴迷武道，想去看一看，不知可否？此乃皇室禁地，外人不得入内，陈老将军见谅。太平本是将军定，不许将军见太平。这句话我听过很多次，今天终于落到了自己身上。老将军，你酒里有毒，谁干的？太后，是你。陈兄，别怪我，我本不想出手，奈何天下只知有你飞将军，却不知我大元帅。这张脸我见过，在哪里？你姓什么？哀家姓关，闺名子贤，先父关培德。关子贤，小花，当年那个被土匪玷污而被陈家村救助的女孩，是关培德的女儿。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啊！陈家村灭门竟然是由善念而起，而我竟然为这幕后真凶守了一辈子江山。陈破虏，你笑什么？没什么，酒不能浪费。我还会回来的。厚葬以国公之礼。真是不值啊！加入皇家需要是完璧之身，医术可以修复。但陈家村的那些老老少少知道关子贤曾经被土匪玷污，结果换来的是灭门之祸，100多条人命就为了守一个秘密，而我竟然为这样一个蛇蝎美人守了一辈子的江山，打胡人保边境，让关口固若金汤，护的是他的江山。他坐在皇宫里享福，我在边关拼死拼活，最后他却一杯酒把我毒死。好，很好，下一世我什么都不要，我只要他死，他全家都得死。苍蓝皇室敢拦我，我就把皇室也杀光，一个不留。系统结算第4世。这一世，你成为边关军护之子，15岁觉醒，打虎成名，入雁灵卫，得李龙城赏识，献孙子兵法，大破胡人，封游击将军，10年练兵，雁灵卫威震边关，后游历天下7年，突破先天，闯皇宫禁地，力敌3供奉而退，胡人80万大军扣关，李龙城战死，陈平安失踪。你临危受命，率3000雁灵卫千里奔袭，斩胡人大帅，大胜而归。此后守边数10年，最终打到胡人圣山，获其远走漠北，天下皆知飞将军之名，乃英雄也。飞鸟尽，良弓藏。你虽难逃一死，却还百姓一个太平，大丈夫当如是也。评价：白银3星，积分3000。你终于知道了真相，仇恨的源头原来是一个女人，可笑吗？可悲吗？下一世你要怎么选？怎么选？杀！新手大礼包积分突破1000，特殊飞人血脉5000点觉醒，点数消耗继承前世修为。血脉选择有特殊飞人血脉，1000点觉醒，世家血脉。要想覆灭太后，甚至对抗苍蓝皇室，光靠自己一个人太难了。我需要一个可以和皇室抗衡的势力。系统，世家血脉加1000点，悟性和资质各加1000点。加点完成，第5世即将开启，祝宿主好运。关子贤，洗好脖子等着。这一世，我居然是苍蓝开国太祖之后。父亲是镇南王，拥兵30万。从出生的那一刻，我就被赐了爵位。前世我立下不世之功，连个侯位都没得到。这一世呢，一出生就拥有了，这就是投胎的含金量啊！这样的王朝不灭亡，还有天理吗？苍蓝王国已有取死之道。世子殿下，你醒了。
是7经8脉？不对，每条经脉比前世强太多了。这就是1000点资质换来的。这次距离我上一世仅仅过了7年。2代飞将军陈破虏以不世之功入朝封赏，中途暴病而死。朝廷以国公之礼厚葬，其后人蒙阴，封了个小官，迁居京城。雁门关20万守军被就地解散，暴病而死。明明是毒酒毒死的，还厚葬，人都死了，厚葬有什么用？把后人弄到京城，为了方便监视吧。好一个朝廷，好一个太后！镇南王府藏书阁也没有关于仙人的记载，所以根本没有修仙这回事，还是被人刻意抹去了。看来只能找族中长辈打听了。九弟，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让我好找。八哥找我有事。今天是考教功课的日子，父王说了，演武场集合，考教咱们文韬武略。你这几天光顾着看书，是不是把这事儿忘了？这才是世家大族的底蕴，哪像前世的军户，连饭都吃不饱，还想学文习武。九弟，你可得好好表现。这次父王亲自坐镇，听说太后还派了人来观礼。太后？对，说是来看看宗室子弟的成色，估摸着是想挑几个去京城当侍卫吧。太后，这么快就要见面了吗？也好，让他看看，他亲手毒死的老将军又回来了。郑老，怎么了？好，藩镇之策，鞭辟入里，强兵之本，直指要害。叶璇先生才多大就有这份见识？难道人真有生而知之者？叶璇对兵法的理解一如画境，这些兵法韬略，老夫闻所未闻，却又字字珠玑。镇南王，您生了个麒麟儿啊！优等，这是百步穿杨啊！好，好，好，老九，你今天让父王开了眼。父王这些年一直遗憾一件事。什么事？前些年边关出了个飞将军，叫陈破虏，他留下的那本《孙子兵法》，我读了无数遍，夜不能寐。我常常想，这样的人要是生在我叶家该多好。没想到上天给了本王一个补偿，你就是我叶家的麒麟儿。老九，你今天的表现，父王很满意。这是我叶家祖传的功法，开国太祖所留，只有王族核心子弟才能修炼。这门功法竟然丝毫不弱于玄清、玄魔，甚至更加玄奥。怎么看呆了？当年太祖就是靠他打天下的，可惜后世子弟资质不够，能练到高深境界的少之又少。本王希望你能把他练好。多谢父王。九公子1年就一流了，这速度比太祖当年还快吧？天才，真正的天才！我用了一门透支身体换取修炼速度的秘法，才换来这个修炼速度。我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变得足够强大，然后杀进京城，找关子贤算账。孙儿叶璇，拜见祖父。坐。你的事儿老夫都听说了，1年入一流，比太祖当年还快。孙儿想问一件事。说。太祖他真的是仙人吗？你倒是问得直接。民间确实有些传说，说太祖是仙人下凡，或是神的后裔，所以才能一统江山，开创大业。老夫年轻时也好奇过，像太祖那样的盖世豪杰，得道成仙也是有可能的。但很遗憾，太祖并不是仙人，若真是仙，又怎会死？太祖晚年也是病痛缠身，最终驾崩于龙榻之上，这是宗谱上记载的。不过老夫倒是可以告诉你一件事，你可曾看过宗谱里记载太祖起兵那段？看过，说太祖起于草莽，之所以能问鼎天下，是因为得到了神龟赐予的3卷天书。那是糊弄外人的。真实的情况是，太祖他是坐着船，从另外一处天地来到这里的。从另外一处天地来的？不错，就是坐船来的，是一艘前所未有的船。前所未有的船？只不过为了方便统治，才把这段经历神化，将船替换成了神龟。
至于那3卷天书，有人说失传了，有人说还在密库里，老夫也说不准。太祖很可能是从修仙界过来的，这片天地可能是类似于那种末法之地，而我要做的就是找到他过来的路线，反向行驶回到修仙界。至于那所谓的3卷天书，说不定就是路线地图。王府考校，太后派人来观礼，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？孙儿不知。这是太后的懿旨，昨日刚到的。太后派人观礼，是为了挑人，挑有潜力的藩王子弟，然后召入京城，说是培养，实则是质子。太后此举用意何在？你说呢？皇上怕是按耐不住了吧？继续说。如今天下，北方胡人败退，内战将起，而内战的焦点自然是皇权与太后。太后把持朝政，当今圣上却是傀儡，他怎会甘心？自然要开始争斗。太后下这道旨意，是在试探诸侯王的底线，看看哪些是站在他这边的，哪些是站在皇上那边的。如果诸侯王答应送出子嗣，那就表示愿意臣服太后，他会尽力培养；如果不答应，就是太后的敌人。好孩子，你这般年纪就能有这般见地，真乃王府之大幸。祖父，孙儿想问，皇上那边可有旨意？哈哈，好，能举一反三，问老夫故意隐藏的圣旨，这才是我叶家的麒麟儿。皇上的密旨3天前送到的。皇上竟然也让我入京，怎么，很意外？这天下比你想的要复杂得多。太后垂帘70年，你以为真的只是因为她是太后吗？不要急，好好想想，想明白了再决定去不去。皇上已经无人可用，他想借宗亲势力来与太后抗衡，而孙儿入京代表的是整个镇南王府，战太后还是皇上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。你父王的意思是让你战皇上，毕竟咱们都是太祖之后，血脉相连。但你父亲也怕局势失控。太后势大，这些年太后已经笼络了不少叶氏宗亲，还扶持了一大批外戚势力，俨然已是一言堂。更可怕的是，太后本人手腕极强，如果是男儿身，他的雄才大略不输太祖。这样的人，谁敢轻易得罪？你分析得很好，所以我们打算让你称病不出，待在封地，哪也不要去，谁也不得罪，这是最稳妥的选择。这世上没有真正的中立，祖父，孙儿得去。你想好了？太后和皇上都点名要我去，孙儿如果不去，就是同时违抗两边，到时候两边都有理由对我们发难。好，那你就去，让你八哥陪着你。他武艺虽然不如你，但为人机警，遇事也能商量。多谢祖父。九弟，一路保重。九弟实在太耀眼了，祖父亲自接见，再这样下去，我这个继承人的位置怕是要保不住了。现在好了，九弟要去京城了，最好别回来。九公子放心，有老奴在，没人能动您一根汗毛。出发吧。停！九公子，怎么了？有杀气。保护九公子！这不可能，他是人是鬼？还有谁？小子，受死！
走吧。镇南王世子叶璇，3片树叶杀3个一流巅峰，一刀斩杀小后天。这是什么妖孽？他绝对是苍蓝王族的第一天才。你们难道忘了官家那位？官家？哪个官家？太后的娘家。官家出了个妖孽女子，据说可不比叶璇差。真的假的？当然是真的。那姑娘叫什么来着？关山月。对，关山月。那他俩谁更厉害？不知道，但我估计早晚要碰一碰。陛下，您别生气了，太后她……朕能不生气吗？朕是皇帝，他凭什么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训斥朕？陛下息怒，小心隔墙有耳。隔墙有耳？朕连说句话都得提心吊胆，这皇帝当的还有什么意思？朕这些年想做什么都做不成，想用谁也用不了。好不容易出了个陈破路，以为能制衡他，结果呢？一杯毒酒人就没了。这有时候真想……陛下慎言。行了，你下去吧。朕想一个人待着。是。朕说了，想一个人待着。你是谁？你是镇南王世子叶璇，见过陛下。叶璇，你不是明天才进城吗？好，不愧是我宗室栋梁，有胆色。你今晚来找朕，是想站朕这边？陛下，臣明日要去拜见关子仙。臣自有蹊跷。罢了，你去吧。叶璇，你很像一个人，像那位陈将军。当年他也是这样，什么都不说，但朕知道，他心里有数。希望你落得一个和他不一样的结局。那就是叶璇，好年轻啊！一刀斩杀小后天，这是什么妖孽？镇南王府的麒麟儿果然名不虚传，他这是要先去拜见太后。快让他进来。陈叶璇参见太后。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少年让我觉得有些亲切，叫谁呢？陈家村那个满眼是我的少年，用满是爱慕的眼神看着我，愿意为我去死。可惜你的事情哀家都听说了，天资聪慧，策论武功皆是第一，了不得。多谢太后。以后在京城有什么需要，尽管来找哀家。多谢太后。这就是关山月，果然名不虚传。听说他的修为比叶璇还高，那今天可有意思了。山月见过姑祖母，好孩子，来坐哀家身边。月儿，你觉得叶璇怎么样？百闻不如一见。叶璇，你觉得月儿如何？人间绝色。哀家想将山月许配给叶璇，你们俩一个是王族第一天才，一个是关家第一天才，甚至可能引起关子仙。太后怎么这么突然？如果我不接受，之前的努力就全白费了，甚至可能引起关子仙怀疑。如果我接受，仇人的同族成了我的妻子，那未来我要屠灭如何处置他？太后，孙儿有话要说。怎么了？孙儿想和叶公子打一场。太后，孙儿有话要说。怎么了？孙儿想和叶公子打一场。关山月要挑战叶璇，这是要争第一天才的名头啊！孙儿不嫁庸才，若叶公子能打赢孙儿，孙儿无话可说；若打不赢，月儿像自己有一股傲气，不把任何男子放在眼里。也正是因为这份傲气，我才拒绝了当年的沉默。后来我如愿嫁入皇家，为了守住秘密，亲手葬送了陈家村。叶璇，你可敢应战？敢。出全力，不要让我失望。活了40，见过无数天才，这关山月似乎比林瓦还更胜一筹，根基稳得不像话。若不是我有40积累，今天还真不一定能赢。但此战我必须输。我输了。关山月赢了，苍蓝第一天才。
太后的娘家果然名不虚传。我赢了，总觉得哪里不对，他像是在故意让我打中的。叶璇，你好生加油，下次一定要胜过月儿，把她娶了。太后，孙儿现在不想嫁人。罢了，你们还小。你今天让我的。关姑娘说笑了，是在下技不如人，输得心服口服。我练武10年，对招式的敏感超过任何人。你那个破绽是故意卖的，下次我要你出全力。我不会因为你是男子就让着你，你也不许因为我是女子就让着我。叶璇，再打一场，今天你必须出全力。你是不是看不起我？每次都故意输，你到底打不打？再这样我真生气了。我长得也不差呀，挺好看的呀。叶璇，你还瞧不上我了？叶璇，我要挑战你！是男人就出来打一场！关姑娘凭什么天天找你？叶璇，接招！一群不自量力的废物！这王族功法练出的玄黄内力，似乎能调玄清和玄魔，让两股水火不容的力量开始慢慢融合。玄黄、玄魔、玄清，一旦这3股内力真正融合，能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境界。到那时，这还算是练武的吗？太后，不如直接毒杀皇帝，对外宣称暴毙，一了百了。下毒虽然简单，但难堵悠悠众口。此事万万不可。哦，叶世子有何高见？皇室传承数千年，深入人心，是天下共主。若皇帝死得不明不白，再擅行废立，必然引起天下动荡。届时群雄并起，诸侯割据，反而不美。那你说该当如何？天子上承天命，若要废立，需天时地利人和3者缺一不可。何为天时地利人和？天时乃上天赐予，只能静待；地利，关子贤可将皇帝圈禁起来，切断他与外界的联系；人和，则是要找出站在皇帝那边的人，一一除去。具体如何实施？好，就按你说的办。皇帝身体不适，需要静养，未免打扰，暂居西院，非诏不得出。所有奏章信件都要先经本宫过目。陛下，你看这押送你补身体如何？太后说笑了，朕虽然久居宫中，但鼠和鸭还是分得清。各位爱卿，你们说这是鸭还是鼠？回太后，微臣虽眼拙，但那是老鼠无疑。臣也认为是鼠。好，很好，那几个人交给你了。必不辱命。做得好，现在彻底架空皇帝，可以考虑再物色一个傀儡皇帝。我推荐自己肯定不行。太后，此事需谨慎。臣以为可从偏远的王室支脉中物色人选，那些人无权无势，更好控制。有理，你去办吧。叶璇，你究竟藏着什么秘密？别怕，叶璇，我保护你。你一直知道我在？为什么不点破？你想跟就跟着吧。
叶璇，这些杀手好像是你大哥叶广派来的，你打算怎么办？不怎么办？他是我大哥，我能怎么办？叶广想杀叶璇，好，很好。一个不团结的镇南王府才是我所需要的。叶璇越是被排挤，就越会倒向自己。就是他了。他是王氏支脉的后代，身上流着太祖的血，但如今却靠织席贩履为生。他无权无势，毫无根基，为人老实木讷，最适合做掌控的傀儡了。如果给你一个做皇帝的机会，你愿意吗？哀家封你为中山靖王，赐府邸，拨黄金10000两。小子，老夫劝你，哪儿来的就回哪儿去，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。玄魔功，镇教神功，他是教主传人。从今天起，我就是七杀魔教的教主。教主大人万岁！叶璇，我突破大后天了！他才是真正的天才啊！没有几世积累，更没有秘法刺激，纯靠天赋，硬生生追上了我。当年飞将军一个人杀了上百敌将，我爹亲眼看见的，后来被毒死了。朝廷说是暴病，谁信？嘘，小声点，怕什么？都多少年了？将军，我来看你了。飞将军，没有您，就没有现在的我。就比如你我今日之所为，即便明日身死，100年后依旧会有人记得我等今日壮举，我们的子孙后代会歌颂，会传唱，此便是永恒。将军，周统领，将军，老周来看您了。现在关外太平，没人敢南下。您当年守的那份基业，后辈们守住了。那个姓陈的小子，您还记得吗？他也成了飞将军，比您还厉害。可惜，李龙城、陈破庐，我想你们呢，想当年的那些弟兄，你们遭受的不公，是我无能。您可是当年雁门副将周统领？你是？这是像，太像了。周统领，如果有一个机会，可以为2位飞将军讨回公道，你愿不愿意？属下愿意。有人来过，而且不止一次。你说那间老屋啊，前些时间确实有人来过。有人说看见一个少年骑着好大一只白鹤从天上飞下来的，那少年可俊了，像是年轻的陈破虏。他在老屋里待了半天，又去坟前烧了纸，然后骑着白鹤飞走了。大伙儿都说那是陈将军死后成仙了，回来看看老家。骑鹤的少年和陈破虏长得有点像，前世的母亲临终前一直念叨着，梦见仙鹤接走了平安，大家都以为他受了刺激。现在看，陈平安真的没死，难道他真被仙人接走了？可仙在何处？叶璇，你终于回来了。这几年你不在京城，哀家总觉得少了点什么。那些臣子们，要么是畏惧我，要么是巴结我，没有一个像你这样，既忠心又能干，还懂得哀家的心思。叶璇就像当年陈家村的他一样贴心。叶璇，你大哥叶广屡次派人刺杀你，以为哀家不知道。你放心，只要有哀家在，谁也夺不走你的位置。嫡长子又如何？哀家说你是世子，你就是世子。镇南王之位只能是你的。多谢太后。跟哀家还客气什么？
月儿那丫头可一直惦记着你呢，找个机会你们完婚吧。我们年纪尚小，这事还是过些年再说吧。北方大旱，颗粒无收；南方洪水，淹没3州，百姓流离失所，饿殍遍野。此次天灾乃上天示警，为陛下失德所致。天时来了。天降大灾，太后御行废立，这该如何是好啊？臣子亲启，天可怜见，明日祭坛。太后御行废立，速救！想办法送给金吾辈的人，事成之后，朕保你一世荣华。去吧。如今天降大旱，按照以往的惯例来说，天子必于城外设祭坛，祈求天降甘霖。当今关子贤把持朝政，必然越俎代庖，我们完全可以提前设下伏兵，趁关子贤出城祷告时，一举刺杀。召集人手，祭坛处杀太后！杀太后，清君侧！让哀家亲自来。就凭你们，陛下，这就是你想看到的吗？妖妇，你不得好死！皇上才是真命天子，你早晚遭报应。当今皇帝德不配位，则黄道吉日，行3请3让之礼，正式传位于中山靖王叶玄德。是时候该添把火了，让这出戏更有意思了。传国玉玺不知所踪，找！禀太后，皇宫内已经搜查，传国玉玺消失了。照常举行。皇帝失德，上承天意，下顺民心，退位让贤。中山靖王叶玄德，仁德兼备，宜成大统。父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万岁万万岁！这个傀儡皇帝叶玄选得好，哀家十分喜欢。叶哥哥，朕真的不行，怕辜负您和太后的期盼。陛下安心就好，太后对你有信心，一切有我。终于抵达先天高手，寿元200到300岁，但我多次使用秘法燃烧潜力，身体早就透支了，怕是只剩下几十年的寿命。够了，足够我把剩下的事情做完。你，雪山冰莲可固本培元，修复暗伤。这是传说中的东西，我只在古籍里见过。你去雪山了？我看你气息不稳，难道是遇到了危险？一点小意外。果然，他经常找我切磋，早就知道我用秘法强行突破的事，只是没有点破，而是冒死踩了一株雪莲，希望能帮到我。你的身体透支得很厉害，这株药或许能修复你的身体损伤，增添寿命。你为什么？别问。关山月，拿走，我不需要，你我之间到此为止。叶璇，你好得很，既然你拒绝，那我们再也不见。如今太后废帝，我那大哥又自立称帝，不知道关子信你如何应对？没想到死去的废帝居然还活着，还要讨伐太后，这简直是千古未闻之事。太后又应如何应对？跳梁小丑罢了。这个女人当真是人杰，面对如此危局，她竟也不慌不忙。关子宪连发数道政令，一套组合拳下来，各路叛军的兵锋被生生挡住。他还发动了母族，散尽家财组成了一支右圣。而眼下太后缺的只是一个统帅，我的机会来了。禀太后，镇南王暴毙，其嫡长子叶广趁着叶玄远在京城，继承了镇南王之位。太后，臣愿领兵讨伐逆贼。臣的大哥叶广弑父夺位，罪大恶极。臣恳请太后给臣一个机会，亲手斩他，夺回王位。叶璇，你今年多大了？也该成家了。哀家记得山月那丫头这些年一直跟着你，你们俩的事哀家都看在眼里。月儿自幼父母双亡，是我一手带大的。
你若娶了山月，就是我关家的女婿，内部将不会有任何反对声音，这右圣君便可以交给你。怎么，不愿意？臣愿意。从今往后，你们就是夫妻了，要互相扶持，互相体谅。如果当初，可惜没有如果。你发学啊，来，好。叶璇，你可知道哀家为什么这么看重你？臣不知。因为你像一个人，叶璇，你的前程绝不止于镇南王。等局势稳定，哀家会让叶璇德让位，哀家会登基称帝。但哀家的志向不在此，地位只是跳板。哀家要去更广阔的世界。更广阔的世界？难道是修行界？等哀家走后，这天下就是你的，我会将地位禅让给你。等哀家在那边站稳脚跟，也会把你们接过去。臣多谢太后。好好待山月，他是个好孩子。那边是哪里？更广阔的世界？那不只能是修仙界。关子贤难道已经掌握了通往修仙界的钥匙？我不该辜负他的。你早点休息。叶璇，你还是不想要我？那天在雪山，我以为我快死了。我想的最后一件事是还没有和你好好打一场。后来我活下来了，我就来找你了。我关山月这辈子没求过谁，但今天我想求你一件事，好好看看我，好好看看我。对不起。再给我几个月，我就能突破先天。到时候我会去前线帮你，等着我。妾将为郎君扫平天下。时间不够了，身体快到极限了。出发！月儿，如果我做错了什么，对不起。好，叶璇果然没让哀家失望。各路反王的大军都聚集在这一带，若能一举歼灭，天下可定。我有一计，可定战局。王腾，你率禁军主力正面诱敌，吸引他们来攻打。那谁来夹击？我率右圣军从侧后包抄，两面夹击，一举全歼。可行。叶璇真是料敌献计，不愧是太后心腹。杀！一举歼敌！叶璇啊叶璇，你何时来呀？叶璇呐，右圣军呐！叶璇，无耻之徒！周将军，你也要反？反！老夫奉旨秦王，何谓反？今日来此是有一笔旧债，向你讨之。王腾，你记不记得雁门关当年飞将军率3000雁翎卫千里奔袭，斩胡人大帅，杀敌无数，功劳簿上却写得你血战不退，牵制敌军主力，2代飞将军降至南畴，不得封侯，就是因为有你这样的小人。后来太后要除掉飞将军，是你在朝堂上进谗言，说飞将军功高震主，早晚必反。太后一杯毒酒，飞将军死在京城，我们边军被就地解散。王腾，你踩着雁门将士的尸骨，爬上了天下兵马大元帅的位置，今天该还了。老匹夫，你以为你能杀我？这一枪是替飞将军还的，兄弟们，债讨完了。将军，没事，老夫该去见2位飞将军了。
元帅，这是死路，咱们是不是走错了？没错，这里就是你们的死路。时间还够，还够。父王，祖父，玄儿，父以你为荣。这天下之主，我看镇南王的位置就交给儿臣是来告别的，孩儿志不在此。叶璇，这镇南王之位本就是你的，你若想要，随时可以拿回去。父王，儿臣想要的从来不是这个。玄儿，为何？父亲，祖父，感谢你们为我做的一切，保重。这玄儿不是一般人，他是一个求道之人。七杀魔教听令，攻入京城。王腾死了，右圣军没了，关家完了。我苦心经营70年的江山，一夜之间被瓦解，为何？王腾、叶璇皆不是庸人，为何会败得如此干净利落？放箭，滚木雷石往下砸！不准退，退者立斩！这个女人当真是人杰，即便身陷绝境，也没有丝毫慌乱。若是换一个人，京城早就破了。可惜，她遇上的是我，让你们继续狗咬狗。我先去一趟皇室禁地。你是何人？胆敢擅闯禁地？神龟赐书，背负3卷天书渡海而来。难道这就是那只神龟？这是世界地图，苍兰应该位于这其中的一片大陆吧？至于修仙者，是位于其他几片大陆，了无生机。原来这只大乌龟真的已经死了。既然得了你的图，那便让你死后恢复自由身。神龟，不好！多少年了？乌龟会说话，这妥妥的是妖怪啊！有妖怪就必然有仙人，我的猜想没有错。你的真源，你是叶冲天的后代。是，正是先祖。你知不知道你做了什么？那些锁链不是锁链，而是国运。老夫以秘法吸引小部分国运修行，同时也镇压大部分国运，让苍兰王朝延续1000年。你打碎锁链，虽然让老夫重获自由，却也断了老夫的修行大计，也断了叶氏一族积累的国运。该杀！但你是叶冲天的后代，罢了，罢了。前辈，晚辈斗胆一问，您为何会在此地？从何处而来？是那修仙界吗？这处世界名为玄黄大世界，玄黄大世界无边无际，有灵气充沛的大陆，
也有无数隧道和无尽海域。老夫当年是随你太祖叶冲天从灵起大陆来到这里。灵起大陆？不错，你们脚下的这片土地，你以为是什么？苍蓝王国位于一片大陆。错了，这里只是一座岛，一座毫不起眼的隧道。像这样的小岛，在玄黄大世界多如天上的繁星。这些岛上多为凡人国度，因为没有灵脉，修炼极慢。所以你们凡人口中的那些仙师，也就是修仙者。当年你太祖突破无望，这才到这座小岛建立国度，但他不忍埋没子孙后代，所以留下了3卷天书。3卷天书？不错，为的就是有朝一日，若是出现精彩绝艳之辈，可以凭借天书重新回到灵起大陆。那3卷天书，是不是就是我修炼的这3卷功法？玄清、玄魔、玄黄？是也不是。3卷天书不全是书，是3件工具。修炼有成者才有资格去灵起大陆。1卷是载具，便是老夫；还有1卷是路线地图，老夫也记得清清楚楚。那前辈，如何才能获得您的认可？古往今来，老夫认可的人只有2个半。哪2个半？第一个叫叶青青，他是苍蓝皇朝的中兴之主，1000年前的人物，天生灵根，资质无双。老夫本来要载他去灵起大陆，但被人抢先了一步。还有人抢先？不错，他的天赋太强，刚从出生就被灵起大陆强者感应到，把他接走了。能让修仙界的人直接跨海来接，那是何等的天资？第2个你也猜得到，太后关子贤，200年前他来过这里，当时他还是个少女，但心性之坚韧，虽然不及叶青青，但也够了。他之所以想登基称帝，是为了借助国运入道，顺便帮助老夫突破境界，带他前往灵起大陆。原来太后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修仙。凡间的地位对他来说真的只是跳板而已。那剩下的半个不会是……是你没有灵根，却走出了一条不同的道路。你将3股真元融合了一半，这是太祖当年走的路。你如果能全部融合，说不定就能以武入道，打通人体与天地沟通的桥梁。以武入道？不错，追求仙道的人其有2类，一类是天生灵根之人，另一类是后天的，或因机遇，或因顿悟，从而踏上修仙之路。你以武入道的路子只成功了一半，所以你只能算半个。如果我全部融合成功呢？真元会直接转化为法力，你将突破到修仙的第1个境界，达到通灵3层。3层？也就是说我跳过了前2层？不错。苍蓝所有的武道秘籍源头都来自那1卷天书，也就是你修炼的玄黄、玄魔、玄清3门功法，那是太祖亲自简化传下的。叶璇，为什么？哀家待你如亲子，让你位极人臣，把山月嫁给你，把佑圣君交给你，你为什么辜负哀家？关子贤，你可曾辜负过别人？200多年前，你也这样辜负过另外一个人。你是他。今天，你和我只能有1人活着走出这里，输的人死，赢的人踏上成仙路。太后请。好。
不能再拖了。太后，接我这一招，真击爆！我要去灵启大陆。你的资格还不够，你只融合了8成，最后2成需要你自己悟透。老夫可以等你10年，10年之后，你若能成功融合，老夫便载你去灵启大陆；若不能，好。体内的3股真元已经融合了9成。但最后那1成，无论如何也迈不过去。我的潜力已经压榨干净了。也许这就是命吧。10年前的事我都已经知道了，我的所有亲人被你活埋在绝谷之中，最疼我的姑奶奶也死在你手里，痛，我的心好痛。叶璇，你为什么不躲？前世因，今世果，欠你的都还你，你我之间恩怨两清。没有亲人，没有爱人，这世界于我而言还有什么值得留恋的？丫头，你吸收了太后溃散的国运，又以痛苦入道，破开了天地桥梁，凝聚了后天灵根。你可以随老夫去灵启之地，